眼前的這片建築群裡藏着山西唯一帶姓的宋代建築，它就是位於山西省长治市长子縣的小張碧雲寺。它的正殿三聖殿是一座宋代建築，而小張碧雲寺這個名字聽起來像是和小張太子有點親戚關係。實際上，這個名字來源於他所在的小張村，最終建築群的名字裡只留下了姓氏，和南趙莊二仙廟、西里門二仙廟那些直接留下村莊名字的古建築群有着較大的命名差別，所以才會戏稱它是唯一有姓的宋代建築。當然，这座宋代建築一直是有爭議的。当初官方給它定級全國重點文保單位時，給大殿定成了北宋建築，但學界也有專家認為，小張碧雲寺的大殿是一座五代建築。最後的評判依據是碳14的檢測結果，人們發現建築所用的材料從唐到清的都有，但是以北宋的為主，所以將其視為北宋建築。之所以有更老的構件，是因為在修繕時復用了舊的部件。以上就是過往爭議的梗概。無論如何，小張碧雲寺仍然是我們晋東南之旅中重要的一站，而本次的同行人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大家好，我是徐工。大家好，我是南希。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的是山西长治长子县的小张碧雲寺啊，一會兒我們來好好的逛一逛這兒。我們是2024年10月租車自駕過去的，到了碧雲寺之後，發現它外邊有一座城堡，車停在城堡外邊就好，地方有的是。然後我們在文保牌子附近還發現了一個存檔點，這沒什麼可說的，來都來了就插個香存個檔吧。現在我們走進城堡，能看到一個2015年的古鐘，它所在的第一進院落很空，隨便看看就好。如果回頭就能看到一座面阔3間的大戲台，其屋頂為單檐硬山頂，彩繪畫風是比較新的，裡邊梁架的彩繪也很新，但更多細節看不到，因為前面有幕布擋着。院子中間國旗的下邊擺着一個彌勒佛，你可以將這裡理解為一個露天的極簡版的天王殿，因為它的背面就是常和彌勒佛背靠背出現的維陀。然後我們來看側面的兩個殿，其中一個殿內供奉着3尊佛像，而且都是新造像，另一邊則是觀音殿，殿內供奉着送子觀音。現在我們準備登上高台參觀第2進院落，登上去之後，在路邊發現了一棵110年的老樹，這邊的建築看着像是住宿的地方，前側有一間面闊3間的房子，仔細一看發現這個門沒鎖，打開門之後發現裡邊供奉的是關公，與之對稱的是一座面闊3間的地藏殿，裡邊造型酷似唐僧的塑像其實就是地藏菩薩。看完這些，我們準備登上高台看它的正殿三聖殿，這就是那座面闊3間的宋代建築，建築的明間是上锁的板門和4個門簪，看它的轉角鋪座，柱頭直接拖着大斗，未用普拍房，其前出一條巨大的花拱，上呈一根劈柱昂，再往上是一根昂形耍頭，它上頭就是大角梁了。轉角鋪座區所用的令拱是鴛鴦交手拱，其焦點則以一束平盤斗與下方花拱銜接。至於所用的斗匾，看字樣不像是古物，更像是當代書法家的作品。現在我們推開大門，準備走進內部參觀。他們這牆上專門做了個造像布局圖，以防你認不出造像都是誰。中間的一組造像是釋迦牟尼居中，二弟子為阿難迦葉，二菩薩為文殊普賢，西側是孔子造像，兩側斜視弟子是曾參和顏回，東側是老子造像，兩側斜視者為二世同。而殿內兩側的壁畫則是18羅漢壁畫，而且畫工非常精致，一看落款發現這是2020年的古老壁畫，旁邊寫着匠師和功德主的名字，包括前面的塑像也是一眼新，但做工算是很細緻了。唯一不那麼老的是平旗上的壁畫，看着像是清朝或民國期间的物件。至此我們就徹底逛完了小張碧雲寺。其實我們這一路看過來也不難發現，如果單看大殿建築的外形，其實它更近於唐5代建築，所以學界才會有爭議。但碳14的檢測是不會騙人的，既然所用的材料是以宋代為主，說明它在宋代的動工尺度絕不是簡單的修繕，甚至不只是落架大修，而是已經全面重建了。所以絕大多數的物料對應的時代都是北宋时期，只有少許的唐5代用料被後期拿來復用了。或許是為了配合這些老料，所以建築的造型仍然是按照最初的樣子重新建造而成的。這個矛盾的做法造就了後世的爭議，直到今天也沒有徹底平息。
也正是因為這一代又一代的修繕，加上歷史和氣候的一點幸運，才讓這千年之前的古老建築得以留存至今，並通過我們的鏡頭被更多的人所知曉。我們也得以通過它得知地上文物看山西的含金量，那便是我們一次又一次造訪山西的缘由了。看到這裡的朋友，歡迎點讚、收藏、加關注，和徐公一起讀城，一起旅行。